各位朋友，你最近是不是总觉得喝口凉水都塞牙，做生意亏了本，上班被老板骂，回到家里夫妻还天天吵，你就跑来问我，曾教授，我该怎么转运？我是不是该去庙里拜拜，还是求个什么护身符带在身上？我每次听到这种话，心里都在摇头。我们现代人有一个很要命的毛病，就是一遇到不顺心的事，眼睛马上往外看，手马上往外伸，总觉得是外面出了问题，总想从外面抓点什么东西来救自己。你去看，很多人一旦倒霉了，就开始乱折腾，四处找门路托关系，甚至去搞投机取巧的事，企图一把翻盘。结果呢，越挣扎陷得越深，最后弄到倾家荡产，身败名裂。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转运转错了方向。大家要知道，易经是我们老祖宗的最高智慧，他把天下的道理早就讲透了。你要改命，你要转运，从来都不是向外去求，而是要向内去修。什么叫向外求？你觉得缺钱，就去拼命捞钱；你觉得缺人脉，就去拼命巴结人。这种求法，求来的不是福气，而是灾祸。那向内修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人要转运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只有一个字，你把记住这个字，你的人生就会截然不同。这个字就是扔。大家都很奇怪，都想着怎么往家里搬东西，我却教你要扔东西。你要想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气场，那个容量是有限的，是守恒的。你现在觉得运气不好，处处受阻碍，那是因为你的心里、你的脑子里、你的生活环境当中塞满了太多的垃圾。这些东西就是障碍。你以为你留恋的是好东西，其实你留住的是障碍。你抓得越紧，你的气场就越堵。气场一堵，能量就流通不起来。风水，风要动，水要流，这才叫活水。你现在是一潭死水，上面飘满树叶杂物，哪怕老天爷想给你倒一盆干净的甘露下来，你也接不住，因为你杯子里全是脏水，满的嘛。易经里面讲一句话，叫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个穷不是说你口袋里没有钱，而是说你走到了一个尽头，走不通了，也就是我们说的陷入了低谷，遭遇了不顺。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变，但是变到底是怎么个变法？很多人误解了，以为变就是让我赶紧换个行业，或者去借一笔钱重新开个店。这就大错特错。你在低谷的时候，你的判断力是最弱的，你那个时候做出的决定十有八九都是错的。真正的变，第一步绝对不是向外去乱撞，而是向内做减法。你要把那些拖累你的、消耗你的、堵塞你运气的坏东西统统给它扔掉。你不把旧的坏的清空，新的好的怎么进得来？这就像你家里那个旧沙发，弹簧都坏了，你坐着也不舒服，但你就是舍不得扔。结果新沙发买回来，连门都进不去，只能堆在外面。所以人在低谷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于去求什么。你要静下心来，做好3场断舍离。你把这3样东西扔干净了，破局的契机自然而然就会出现。老天爷非常公平，从来不亏待那些懂得顺应天道的人。到底是哪3样东西是我们人在不顺的时候必须狠下心来扔掉的？我们一样一样来给大家讲清楚。第一样要扔的，也是最要命、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东西，就是那种遇到事情就怨天尤人，把所有的错都推给别人的弱者思维。各位仔细去观察一下你身边的人，
或者回想一下你自己倒霉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这个通病？生意做赔了，就怪大环境不好，怪合伙人不仗义；在公司升不上去，就怪老板偏心眼，怪同事在背后穿小鞋，甚至在家里夫妻吵架，也全都是对方的错。这叫什么？这叫怨天尤人。我常讲，一个人一旦开始抱怨，他的人生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而且是踩着油门往下冲。为什么？因为抱怨就像一种慢性的毒药，你一开始抱怨，心里好像舒服了一点，因为把责任推出去了嘛。你觉得我是受害者，错不在我。这是一种非常廉价的自我安慰，但这种安慰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你把不顺的原因全部推给外界，就等于把改变命运的主动权完完全全交到了别人手里，交给了老天爷。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小、无助、只能任人宰割的位置上。既然都是别人的错，那你还能做什么？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着别人良心发现，等大环境突然变好，等老天爷突然开眼。各位想一想，这可能吗？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从我们讲的风水和气场的角度来看，抱怨是摧毁一个人气场最快的方式。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股气，你心平气和、积极向上的那股气是清明的，是吸引好运的。可是你一开口抱怨，嘴巴里吐出来的全都是阴浊之气，你整个人就像一个散发着负能量的垃圾桶。你越抱怨，身边的磁场就越糟糕。老祖宗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你天天发牢骚，散发出来的全是哀怨、愤怒的频率，那吸引来的会是什么人？绝对不是能帮你的贵人，只会是跟你一样满腹牢骚的倒霉蛋，或者是专门来算计你的小人。贵人看到你那张苦瓜脸，听到你满嘴的负能量，早就躲得远远的了。谁愿意沾染你的晦气？所以你越抱怨，运气就越差，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我们读易经，里面有一个卦叫坎卦，山水斩，上面是水，下面是山。这就好比你走在路上，前面是一座高山，挡住了去路，山上还往下发大水，困难重重，进退两难。这代表我们人生遇到了极大的阻碍，陷入了不顺的低谷。易经教我们在遇到艰卦的时候该怎么办，是教你站在山脚下破口大骂，骂这座山为什么长在这里挡你的路，骂这水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流下来。不是的，易经只给了我们5个字：君子以反身修德。这句话太了不起了，老祖宗明明白白告诉你，遇到过不去的坎，遇到再大的倒霉事，你不要去骂外界。山听不懂，你骂他谁也不会听。你唯一能做的、最该做的，就是转过身来看看自己。反身修德，就是反求诸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生意亏了，大环境是不好，但为什么别人没亏，你亏了？是不是你当初盲目扩张？是不是你对市场的判断失误了？你在单位被人排挤？是不是你平时说话太直，得罪了人？是不是你的业务能力还没有强到让老板离不开你？人生所有的境遇，说到底都是自作自受。这听起来很刺耳，但它是宇宙间最铁的定律。顺境是你以前修来的，逆境也是你以前的所作所为感召来的。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100%的责任，你不承担这个责任，就永远找不到破局的钥匙。从命理学的角度来看，人都有走背字的时候，也就是常说的走到了劫煞流年，或者交了一步差的运。人在这种时候最容易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心魔作祟。你的心智
会被蒙蔽，看什么都不顺眼，觉得全世界都在针对你。这个时候升起的怨气就是你的催命符。很多人本来只是破点小财，结果因为心理不平衡，天天抱怨，最后跟人打官司、闹矛盾，甚至把身体气坏了，把家庭搞散了，从小灾变成了大祸。这就是因为他没有扔掉那颗向外归因的心。所以我今天在这里郑重地告诉各位，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低谷，诸事不顺，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闭上你的嘴巴，停止一切抱怨。所谓扔掉抱怨，不是让你把委屈憋在肚子里健康，把自己憋出病来，而是要你转换思维，把指向外面的刀调转刀口，像做手术一样剖析自己，把那些老天爷凭什么这么针对我换成在这件事情上我到底哪里没做到位，把那些全都是他们合伙坑我换成我该怎么调整自己才能跳出这个坑。你只要能把这个念头转过来，人生的局马上就活了。为什么？因为你一旦开始反省自己，就重新拿回了人生的控制权。你发现原来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既然是我的问题，那我就可以去改，我改一点，我的处境就变好一点。自省的门一旦打开，智慧的光就照进来了。易经里说，自天佑之极，无不利。很多人天天求老天保佑，老天也很忙的，凭什么保佑你？老天从来不会保佑一个只会坐在地上哭爹喊娘推卸责任的弱者。老天只会保佑一种人，就是遇到困难不抱怨，先反求诸己，自己努力站起来想办法的人。这就叫自助者天助。你把那个推卸责任的弱者视为连根拔起，扔得远远的，把担当和自信捡回来。当你的心念从怨气变成了和气与正气，你身上的阴浊之气散开了，破局的第一步就已经稳稳地迈出去了。讲完了第一样要扔的抱怨之心，我们接着来讲第二样。这第二样东西往往比抱怨藏得更深，也更致命。很多自认为很坚强、从不抱怨的人，最后就是死在这第二样东西上。我们要扔掉的第二样东西是什么？就是超出你本分的贪之妄念，以及那种求而不得的不甘心。各位仔细去观察，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犯大错？就是在倒霉的时候，在跌入低谷的时候。人在顺境的时候赚钱容易，往往还比较从容，可一旦运势跌下来，生意亏了本，或者职位被人顶替了，他的心态马上就失衡了。他心里头最强烈的念头是什么？是我要翻盘，是我不甘心。你看是不是这样？有的人开工厂，大环境变化，或者自己管理不善，亏了100万。如果这个时候他能停下来认赔出局，那也就是亏了100万，伤了点元气，根本不至于伤筋动骨。但是他不干，他觉得我堂堂一个大老板，怎么能在这个地方跌倒？我不甘心，我要把面子和里子全捞回来。于是他去借高利贷，去抵押房子，盲目的扩大生产，或者跑去搞自己完全不懂的投机买卖，企图一把赚回200万。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甚至面临牢狱之灾。这就叫被不甘心蒙蔽了心智，被贪之妄念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我常常讲一句话，各位一定要牢牢记住，时运不来，少动为妙。这句话是救命的老天爷让你这段时间不顺，让你亏钱，让你受挫折，其实是在向你发出警告，告诉你你的方向错了，你的能力不够了，或者
你的福报暂时消耗完了，你要停下来休息了。但是我们凡人不听老天爷的警告，你越让他停，他越要挣扎。人在低谷期，你的气场是紊乱的，你的情绪是焦躁的，在焦躁和恐惧的支配下，你的判断力会严重失真。你那个时候以为的绝佳机会、救命稻草，十有八九都是陷阱。你越急着抓，越贪着求，就越容易做错选择，在泥潭里越陷越深。这就好比一个人掉进了沼泽地，你越是拼命扑腾，沉得就越快。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是停止挣扎，放松身体，慢慢的寻找着力点。易经里面有一个卦叫艮卦，艮为山，两座山重叠在一起，稳稳当当，动都不动。艮卦的核心智慧是什么？4个字：知止其所止，就是告诉你，在不该动的时候，在不顺的时候，最大的智慧就是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中国人常讲知止而后有定，你连停都停不下来，心怎么定得下来？心定不下来，怎么能看清前面的路？在运气最差的时候，我给你的最好建议就是2个字：趴下。这不叫懦弱，这叫顺应天时。就像冬天来了，万物凋零，连狗熊都知道要冬眠，要藏在洞里，不吃不喝，度过严寒。难道狗熊说我不甘心，我要出去找蜂蜜，结果冻死在雪地里？时机不对，你再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出来。你先回归本分，把精力收回来，保全自己，这就是最大的胜利。这也就引出了我们要讲的另一个深刻的道理。很多人的不顺，根本不是什么运气不好，而是你的欲望远远超过了你的德行与能力。你抓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老天爷当然要收回去。易经里还有个卦叫坤卦，坤为地，讲究的是厚德载物。什么叫载物？财富、地位、名声、好姻缘，这些都是物。你要靠什么去承载它们？靠你的德，也就是你的品德、你的心量、你的能力。这就好比一个杯子，你这个杯子只有2两的容量，你非要老天爷给你倒半斤的水，结果水一定会溢出来，甚至把杯子都撑破了。我常讲，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人不配财，必有所失。你现在拥有的财富和地位，如果超过了你本身的德行和能力，那不是福气，那是悬在你头顶的利剑。很多人一夜暴富，买彩票中了头奖，或者赶上什么风口，赚了一大笔钱，结果没过几年，钱全败光了，人也废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德行拖不住这些财富。你现在之所以不顺，之所以失去，其实是宇宙的规律在强行给你做平衡。老天爷把不属于你的东西拿走，是为了保护你，免得你将来惹出更大的灾祸。可是你偏偏不领情，还要去贪，还要去强求，满脑子都是这本来是我的，我一定要赢过它。这就叫妄念。从传统的八字命理学来看，也是一样的道理。命理上有一种极其凶险的格局组合，叫做财破印。什么是财？代表男人的财富、欲望，也代表对物质的贪求。什么是印？代表你的身体健康、名誉、地位，保护你的长辈和贵人。当一个人走背运的时候，如果他心里的贪念极度膨胀，为了赚钱不择手段，或者为了挽回不属于自己的利益而失去理智，这就形成了财破印，也就是你的欲望反过来摧毁了保护你的根本，最后钱没赚到，反而把身体累垮了，名声搞臭了。
原本愿意帮你的贵人也离你而去了。还有一句叫贪耳忘钩，人一旦看到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贪头去苟合，就会忘记周围还隐藏着巨大的危险。这就是被贪之妄念蒙住了双眼，自寻死路。所以在这第二步，我要求大家必须狠下心来，把你心里的那份不甘心，把你对金钱、地位、感情的不切实际的贪念通通扔掉。我讲舍得的智慧，很多人听了一辈子都没听懂，为什么要先说舍？再说，因为你的双手就那么大，你死死地攥着过去的亏损不放，死死地抓着那个已经变心的人不放，你的手是满的。当老天爷想要赐给你新的机遇、新的人生时，你拿什么去接？你根本腾不出手来接本该属于你的福气。所谓扔掉贪之妄念，并不是叫你从此以后失去斗志，每天躺在床上混吃等死，当一个废人，绝对不是这样。易经讲的是变通，是让你在这个特定的低谷阶段先做战略上的收缩。你要怎么做？你要把精力从向外抓收回来，放在打磨自己、积德修能上。你生意失败了没关系，不要急着去翻本，先找一份安稳的差事做着，养活一家老小，这是你的本分。然后利用业余时间多读读圣贤书，反思自己以前到底哪里做错了。你失恋了，不要去纠缠对方，把时间用来锻炼身体，去学习一门手艺，去多陪陪父母。你把这些虚妄的念头扔掉，心就安定了。心一旦安定下来，智慧就会慢慢生长。你就利用这段倒霉的时光，好好地修你的德行，练你的本领，这就叫潜龙勿用。你在深渊里积蓄力量，当有一天你的能力长进了，心胸开阔了，你的德行终于能够配得上你想要的东西时，顺境自然而然就会到来。到那个时候，你连求都不用求，水到渠成。各位，放下那个高傲的总想赢过别人的虚荣心吧，承认自己现在的无能为力，承认自己犯了错，回归到最朴实的本分当中去，守住你的本分，扔掉你的妄念。这是你在人生低谷期保命和积蓄能量的不二法门。当你不再强求的时候，你才真正具备了重新出发的资格。讲完了前面两样，我们现在来讲第三样。这第三样东西可以说是把很多人一辈子困死在原地的罪魁祸首。很多人说，陈教授，我不抱怨了，我也老老实实守本分了，不该贪的一分都不贪，可是我怎么还是翻不了身呢？我告诉你，因为你身边有一张无形的网，把你死死地罩住了。你就算心里想飞，你的翅膀也被这张网给缠住了。这张网是什么？就是你要扔掉的第三样东西，固步自封的固化认知，以及一直都在消耗你的负能量气场。这个东西分有形和无形两个层面。我们先从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层面说起。各位，你们看完这个讲座回到家里，把你的大门推开，仔细看一看你住的这个地方。看什么？看你家里是不是堆满了杂物。我每到一个地方去看风水，只要一进门看到玄关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旧鞋子，客厅角落里全是积满灰尘的破纸箱，阳台上堆着几年都没动过的破烂铜铁，我就知道这家人的运气好不了，而且肯定在走下坡路。为什么？因为我们老祖宗早就讲过，财不入脏门，福不论着，人万物皆有灵。你身边的每一件物品都是有气场的，你经常用的你真心喜欢的东西，上面的能量是流动的，是活的，它会反过来滋养你，让你精神百倍。但是那些你3年5年都不碰一下积满了灰尘的东西，还有那些破损残缺的物件，比如缺了口的碗，坏了腿的椅子，早就穿不下
也不舍得扔的旧衣服，这些东西上面附着的是什么？是死气，是浊气。你把这些散发着死气和浊气的东西天天堆在你睡觉吃饭的地方，你的家就成了一个负能量的垃圾场。你的人每天泡在这样的浊气里，你的精神怎么可能好？你每天昏昏沉沉，莫名其妙的发脾气，觉得胸口像压了块石头一样喘不过气来。好运就算想来找你，他一推门，哎呀，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全被这些破烂占满了，他掉头就走了。所以人在低谷的时候，转运的第一步最简单、最粗暴也最见效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立刻在家里搞一场彻彻底底的大扫除。你把那些用不着的、坏掉的、让你看了就不痛快的东西，统统给我打包扔掉。你不要心疼，你以为你扔的是一件旧衣服、一个破罐子吗？不是，你扔掉的是一直压在你身上的穷气、衰气和晦气。当你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亮亮堂堂，空气一流通，风水就活了。你坐在里面，深吸一口气，会觉得整个人突然轻快了，脑子也清醒了。这就是物理环境的断舍离带来的神奇转机。说完了有形的，我们再来说无形的。无形的第一层网，就是你身边的人脉圈子。我常说一句很重的话，人在倒霉的时候，要懂得六亲不认。什么意思？不是让你不认父母妻儿，而是让你远离那些消耗你的烂人烂圈子。老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磁场里，你就会被同化成什么样的人。你现在运气低迷，心气本来就很弱，定力也不够。如果你身边天天围着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些喜欢拉着你喝闷酒、破罐子破摔的酒肉朋友，或者是你一有点新想法就马上泼你冷水，告诉你绝对不行，你肯定干不成的消极分子。再或者就是天天跟你一起骂老板、骂社会、满身怨气的人。你跟这些人混在一起，你觉得还能翻身吗？你绝对翻不了，因为他们就像一群水鬼，你只要稍微想往上游一点，他们马上七手八脚地把你拽回水底。他们见不得你好，他们只希望你跟他们一样在泥潭里烂掉。所以这无形的负资产，你必须斩断。宁肯自己一个人孤独地待着，自己去爬山，自己去图书馆看书，也绝对不去进那种消耗你的圈子。你把这些负能量的人从你的生活里扔出去，耳朵清净了，你的气场就纯粹了。你只有守住了自己清醒的本心，才能慢慢吸引来跟你同频的正向贵人。记住，贵人只会去帮那些已经在努力自救的人，绝对不会去扶一个天天跟烂人混在一起的烂泥。无形的第二层网，也就是最难打破的，是你脑子里固化的旧认知。我们易经这部书64卦讲来讲去，最核心的只有一个字，就是变。变就是宇宙万物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没有一分一秒是静止的。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人也在变。可是我们很多人脑子是僵化的，抱着一本老黄历，想看尽天下所有的新鲜事，一遇到问题，张口就是我过去就是这么做的，当时赚了多少钱，闭口就是大家都这么说，这是肯定没错。他把自己过去的那点成功经验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各位，你过去能成功，是因为你当时的做法顺应了当时的天时地利。现在天时地利都已经变了，你还抱着原来的老办法来行事，
你不撞南墙，谁撞南墙？这就叫刻舟求剑。船早就开出108000里了，你还在这水底下摸你的剑，这不是愚蠢是什么？易经里有个革卦，革故鼎新。什么是革？就是把旧的皮毛拔掉，换上新的。在人生低谷期，你最需要拔掉的，就是你脑子里那些已经过时了的、僵化了的旧观念、旧常识。你要有一种空杯心态，把杯子里的旧茶水倒掉，才能装得进新茶。你不要总觉得你什么都懂，其实你懂的那些东西，可能早就成了阻碍你发展的毒药。你要学会归零，像个小学生一样，重新去观察这个世界，重新去学习新本事。别人提出跟你完全不同的意见，你先别急着反驳，静下心来听一听，想一想，也许破局的生机就在别人那句你不爱听的话里。这第3样东西，不管是家里的积尘杂物，还是身边的负能量圈子，亦或是脑子里的旧认知，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固化。它们就像顽固的血栓，堵塞了你人生的血管。你把这些负累彻彻底底的扔掉，不是让你变得孤僻不合群，也不是让你盲目跟风，而是让你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强行给自己清理出一片干净的、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你清理掉了现实中的浊气，又洗涤了脑子里的旧思想，整个人就有一种脱胎换骨的轻盈感。到了这个时候，你再静下心来，想清楚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你的思路会前所未有的清晰。这就叫做打通了天人感应的通道。你准备好了干净的容器，老天爷赐下的新机遇、新福气，你就能稳稳当当的接住了。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把人在不顺的时候必须要狠下心来扔掉的3样东西，给大家完完整整的剖析清楚了。各位，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理？你扔掉抱怨，其实不是在向外界妥协，而是在修你自己的担当与自信。你把责任扛在自己肩上，你就重新拿回了人生的主动权。你扔掉那些超出本分的贪婪和不甘心，其实是在修你的定力。你不再眼红别人，不再去求那些根本不属于你的虚妄之物，你的心就彻底安定下来了。你扔掉身边的死气浊气，扔掉脑子里那些固化过时的旧认知，其实是在修你的清醒与变通。你把容器洗干净了，才能接得住老天爷马上要赏给你的福气。很多人听完可能会觉得，曾教授，照你这么说，我把这些都扔了，那我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我本来就一无所有，现在连心里的那点寄托和脾气都扔了，我岂不是成了个空壳子？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完全没有听懂易经的智慧。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就像是在解一个极其复杂的数字逻辑盘。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贪心，因为心浮气躁，在一个格子里填错了一个数字，结果越往后走，你发现处处碰壁，到处都是死胡同，整个盘都被卡死了，怎么走都走不通。这就是你现在的低谷和不顺。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越是用力去想，越是强行往里面塞数字，这个死局就咬得越紧。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拿起橡皮擦，把你前面填错的那些东西毫不犹豫地擦掉、扔掉。哪怕整个盘面被你擦得空白了一大片，你也得擦。你只有把那些错误的因果联系彻底切断，清理出干净的空间，正确的答案
才能浮现出来，这就叫做空，这就叫做无。道德经里讲，当其无，有气之用。一个杯子正因为它是空的，它才能用来装水；一个房间正因为它是空的，人才能住进去。你现在觉得倒霉，就是因为你的心里、你的生活里太满了，塞满了垃圾，你把它清空了，这个气才重新有了大用处。易经里面有一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词叫否极泰来，大家过年过节都喜欢拿这4个字来祝福别人，但是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懂这4个字的真正分量。什么是否卦？上面是天，下面是地，天上的气往上走，地下的气往下沉，天地不交，万物不通，这就代表着闭塞、艰难、诸事不顺，也就是你现在觉得喝口凉水都塞牙的那个绝境。那什么是泰呢？泰卦正好反过来，地在上面，天在下面，地的气往下走，天的气往上交，天地交泰，万物生机勃勃，这就代表着通达、顺利、大吉大利。从否走向泰，这是宇宙间铁的规律。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必然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老天爷不会让你一辈子都在坑底待着。可是各位，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泰来，它绝对不是老天爷凭空掉下一个馅饼，刚好砸在你的头上。老天给你机会，你也得有命去接。这个转化的契机在哪里？就在你自己身上。困的时候，不变是绝对不能通的。你硬挺着死扛，最后只会功亏一篑。低谷从来都不是用来让你跟命运对抗的，低谷是老天爷仁慈，给你时间让你用来调整自己的。当你把内心的障碍清干净了，把你身边的烂人烂事斩断了，把你那颗浮躁的心收回来了，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脚踏实地，回归本分。这就好比我们在自家院子里想用石头垒一个结结实实的花坛，你绝对不能在长满杂草、全是泥坑的地方直接往上堆，那样风一吹就塌。你得先把烂泥和杂草连根拔起，通通扔出去，把地基夯实，然后你再去找那些坚硬的方正的石头，一块一块地，不慌不忙，严丝合缝地往上垒。你不要嫌慢，不要觉得今天垒这一块石头赚不到什么大钱，也不要看不起眼前这份只能糊口的工作。这每一块石头都是你在低谷期积攒的，德行都是你重新打下的根基。当你的心通透了，根基打牢了，人生的局自然而然就破了。天地的福气就像流水一样，会自动向你这块低洼但干净的地方汇聚过来。人在不顺的时候，千万别慌着向外求捷径，那些所谓的捷径，往往是通向地狱的大门。你先把这3样拖累你的东西扔掉，把你自己这个人修好，顺应天道，自助而后天助，这才是改命的最快法则。各位，人生就是一场借假修真的修行。低谷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待在坑里不想出来，还拼命往自己身上盖土。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仔细盘点一下，你最想扔掉的、最该扔掉的是这3样里面的哪一样？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些对你哪怕有一丁点的启发，请你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那些正在迷茫、正在受苦的亲朋好友，这也是一种法布施。你在帮别人破局的同时，也是在为你自己积攒无量的福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